澳大利亚智库最近发了一条消息，说中国爆出了一个领先美国30年的高超技术，这项技术的名字就是高超音速风洞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高超音速风洞这个东西我国早就有了，不然也就没有东风17这个美国人看了都眼馋的好东西。这次我国掏出来的是全新的 GFR2 爆轰驱动超高速高寒激波风洞。这款新型风洞总长167米，喷管出口 2.5 米，实验舱直径4米，实验气流速度范围3000至10千米每秒，采用了全新的高超音速激波风洞技术，让我国在高寒风洞领域再一次走在了世界前列。所谓风洞大家都知道是干什么的，上到火箭导弹航天飞机，下到汽车火车，所有高速载具高低都得过一遍风洞测试才能算是实验完成。越是先进的载具就越需要更先进的风洞。中国的 GFR2 风洞甚至能模拟超过33马赫的飞行环境，这是目前人类最先进的风洞，不管是速度还是环境模拟能力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。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看看外国的先进风洞。美国的 Lance 风洞最高只能用于模拟15马赫的启动环境，而仅次于 Lance 的德国 HEG 风洞更是只能摸到10马赫的门槛，和 GFR2 的33马赫相比只不过是一个零头。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，这么先进的风洞到底是用来吹什么玩意儿的？要知道目前人类战斗机的普遍飞行速度也就是1点多马赫，就算是歼20也才2马赫。就算是我们把目光放到全世界，那么人类最快的军用飞机也不过是 SR-71 黑鸟超音速侦察机，最大飞行速度为 3.5 马赫，根本不需要29马赫的风洞。甚至我们可以把标准放得再宽一点，直接上东风17，那速度也不过是10马赫而已，才刚刚到达 GFR2 的一半。所以说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给战斗机，甚至可以说不是给普通的飞机准备的，而是给未来我国的临近空间飞行器准备的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把2万米以上、10万米以下的空间称之为临近空间，这里是地球和太空之间的过渡区域。目前很多国家都有建造这种临近空间飞行器的打算，最典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黑鸟。黑鸟属于是一种早期的临近空间飞行器。临近空间飞行器可以说是一种亚空天飞机，利用临近空间气温稳定、气象条件良好的特点，实现飞行器的长时间高速度飞行。甚至根据已知资料猜测，在临近空间的飞行器甚至能达到30马赫的速度。这样的速度能做到什么？恐怕最具有远见的天才战略家也很难想象出来。根据中科院的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GFR2 风洞的建设负责人江宗林的说法， GFR2 从建设起就是奔着一个天地往返功能去的。只要利用这种风洞把空天飞机或者是亚轨道飞机研发出来之后，中国的卫星和航天器发射成本可以降低 90%。 别忘了，中国还有一个在15年内发射13000颗卫星上天的 GW 大星座计划。如果真的让这个风洞把中国的空天飞机吹出来了，那么中国未来还可以尝试挑战更大规模的卫星星座群。同样的，在导弹领域有这个风洞也有巨大的作用。别的不说，就说现在我国的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，其末端速度是10马赫，就这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标准6舰载防空导弹的拦截范围。由于速度不够，他们根本不可能拦截到东风 21D，这也是现在美国海军面对中国的时候会强制冷静的原因之一。如果有了 GFR2 风洞，中国将会有能力开发出速度更快的导弹，甚至未来可以开发出速度在30马赫左右的导弹，只需要20分钟就能绕地球一圈，10分钟能打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点位。到那时，美国的1小时全球打击就是一个笑话而已。这项技术美国人有机会搞出来吗？答案是并没有。正如澳大利亚所说，中国的这个技术领先了美国30年，
想要开发出这种技术，需要大量顶尖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机构和顶级的航天器开发机构。而现在，全世界10家高超音速研究机构，9家在中国，10个顶级的无人潜航器研究机构都在中国。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，甚至是包括美国，都没有研究这项技术的基础。就好比只有拥有了高精度机床，才能做出高精度零件。美国现在就是缺少一个高超音速领域的机床。凭借美国的技术，没有20-30年根本无法建成 JF-22这样的风洞。